我怎么知道我学的怎么样？我的学习进度又到哪里呢？它不是我们看完了什么，而是你在看完的时候，你记住了什么？有些人他们在排进度的时候，很重视的是我这个礼拜听完的10堂课，这个礼拜读了50页。这种排法会让你有一种虚假的自我满足感，你会觉得我很努力，我很认真，我很充实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学习的进度，不是我读了多少，而是在于我能够提取多少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读完了50页，或者我听完了1堂课，我应该是要带上书本，问问自己我今天学了什么，我试图把它讲出来，或者把它写出来。我们很习惯用线性的思考事情，例如说我这个月1号到30号，我们每天都至少要听完1堂课，并且做完笔记，然后写考题。这个想法是非常完美的，对不对？我听完30堂，但是你可能很常会忽略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从第1堂听到第10堂之后，其实我们的大脑有一个遗忘的机制，所以你其实到第10堂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前面那第1堂、第2堂、第3堂，你已经模糊不清了。所以这时候你到了后期，当你听到30堂的时候，那更可怕，你变成需要再另外花时间回去补最前面的。所以真正在排的时候，应该是要怎么排？是要间隔式的、滚动式的排。例如说我排2天，我听完课，我第3天就要回头去复习前2堂课的重点是什么。看起来很没有效率，但其实这是帮助你在学习的这条路上呢走得很稳。就像一个篮球选手，今天学了运球，明天学了投篮，后天学了防守，他可能再过几天还是要再回来学投篮，还要再继续精进运球，再继续精进防守，它也是一直不断螺旋循环的。所以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循环，这样你才会真正的学会一个东西。再也是很多同学，你们可能在学习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常定的是我要打篮球3小时，我要读行政法2小时。像这种时间导向其实是没有效率的。假设你今天排了3个小时，我今天要来读行政学好了，那常常的情况会是什么？实际上这3小时你可能第1小时在摸索，然后其中有1个小时在发呆，真正能够专注的时间就只有1个小时而已。所以用时间去排你要读什么科目是不够实际的，你应该要把你的时间导向转回任务导向。例如说我今天要搞懂这2个实务的案例，并且试着用这个实务案例写出一题申论题，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重点。如果我弄完之后还有时间，我打算再做1个年度的考古题或2年度的考古题，像这样子安排就有明确的任务把它完成，那你才会感觉到你真正学会了一个东西。我们在看学习进度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一般学吉他好了，弹吉他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比昨天有变更好，反正我就是拿个好玩我就学看看嘛，我可以弹就好。但是你在国考这个事情上，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这样子，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点去达成你的输出、你的熟练，你的思维要做减法，你的时间很有限，你要抓住常考的80%-20%法则，而且你在没有任何提示的状况下，你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精准完成你的考试，去答题。再讲回国考这个核心，我们应该要做的是，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学习，我们都不能被我们的学习安排的进度绑架。很多同学面对一个大型考试的时候，他的读书计划定得很好，但发现完全做不到，因为他陷入了一个我一定要在5月底读完某某科，10月底做完所有5年内的考古题等等这些东西。但其实所有的学习都是不是被时间绑架的学习的方式，其实都是走一步算一步。你会觉得听了觉得很傻眼，那我做读书计划做什么？其实还是要计划，但是你永远都要记得，我随时去调整我的步调，随时去调整我该怎么做，然后在踩每一步的时候都问问自己，这一步有没有踩稳，有没有扎根，有没有扎深一点，把它做好，然后再往下一步走。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的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，解决这个问题之后，我们往前走，又会再遇到另一个问题，不断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我们才会获得这一方面的学习跟成长。讲到这里，你就明白说为什么考试要做考古题，只有做考古题，我们才能够培养问题意识，我们去解决一个考题，我们才有办法弄懂那个原理。所以恰恰是一个你觉得听 N 次老掉牙的考古题，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。
所以，我们以考为纲来倒推时间来讲的话，就是考前1个月全力冲刺考古题，模拟考试的状态，练这个速度。如果再倒推到前3个月2科的核心架构，你要把它完整开始做解题，抓错漏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做笔记的一个关键期。你要带上考场看的笔记。假设像现在离高普考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假设在6个月前好了，你就要去想，我要每天到底要有堆积多少的有效理解。当你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现在读到这个阶段，我应该要懂哪些东西，其实这个读书计划就已经深植在你的心里。你不需要一个确切的读书计划，而是这个确切的读书计划已经在你每一步踩稳的过程中呢，内化到你的身上。核心的概念就是走一步算一步，是不是觉得跟我们的人生其实也非常的相像？每一个选择都非常的重要，但每一个选择到底会怎么样，只有走下去你才会知道究竟会怎么样。谢谢收看。